大家好，又到了 Brenda 的学习时间。今天我们用 Brenda 3.5来做几何节点的像一个心电图一样的这个动态。我们先看一下，也可以说它像一个电磁波啊。然后呢，我们是用它的正弦它的正弦节点来做的，数学节点的正弦节点。OK， 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回到 Viewport Shading， 然后呢，把这个 Cube 先隐藏啊。我们重新做一次，重新做一个，然后我们加 Mesh Q， 这是一个 Brenda 默认的一个一开文件就有的一个样子。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个新的一个几何节点。好，把这个 Light 不需要删掉啊，我们还是选这个立方体。Good Input 也删掉。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加因为是有曲线的，所以呢，我们加一个 Curve Line，Curve Curve Line， 先把那个曲线搞进去，一条线就会竖起来。而现在呢，我想让它平在这个红轴上，所以呢，我们把它的 x 改到1米，z 轴改到0米。OK， 好，它就平上了。然后呢，我们可以数字7键看这来做。下一个呢，因为我们需要它的这个位置传导，所以呢，我们加一个 set position。好 ，OK， 好，然后呢，我们在它因为我们还想让它的这个点这条线上有很多点，这样的话才能变成这个样子，可以弯曲不是硬硬的一条。OK， 我们进入编辑模式看一下好，所以呢，我们肯定都要加一个 resample curve， 在这里就可以让它就有点像细分的那种那个样子我们在这里呢，这个 count 可以变成50，甚至更多，为了让它的曲线好，虽然现在我们看不到，但就是说，如果你不做这一步的话呢，它那个曲线就没做的那么多。我们这里做的越多，那你这里曲线就可以做的更多。然后呢，在它这个下边，我们可以再加多一个 position 节点。OK， 好 ，position。然后呢，它的右面 center x y z， 把它3个轴向分开 ，position 连上 vector。而这里呢，我们需要的是连上它的 x 轴。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正弦曲线正弦值，把这个拉远一点可以加 math 的正弦 math。好，像这个数学节点，如果大家不懂的话在 B 站点击我的人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和664。在这里呢，前面的合集文件夹是基础教程文件夹，包括虚幻引擎5以及Twinmotion 以及 Brenda。在这里呢，先说一下几何节点基础呢，这个是一个新的合集打开以后就是 Brenda 3.0以后版本的几何节点的基础，现在暂时只有一个 ，OK， 未来会有更多。然后呢，像在这个第2页开始就是以 Brenda 为主的各个分类的教程比较难的几何节点教程就摆在这个文件夹里Brenda 3.0之前、3.0之后都在这儿。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进入到第2页这个合集在后面第2页还有这个最基础系列教程3最基础系列教程在第一页。然后呢，这里有一堂课是数学节点的，我已经把中文或者英文在 Brenda 的官方网站把它搞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知道这些数学有啥用，因为在这堂课里面数学节点很多用的。 OK， 好，我们现在呢就换到 sine， 就是正弦曲线，然后呢它的 x 轴
x 轴上连上它的 value， 然后呢再把 combine x y z 合并，它把它 x 轴的值连到这个正弦那里，然后呢把连到 y 轴啊，这样的话呢再把它的 combine x y z 的值呢连到 offset， 这样的话它的 y 值就这样子 OK。 然后呢你可以调一下看这个 multiply 的 value。 好，我们在这里还要再加插一个数学的 multiply 啊，在 celebrate x y z 这里我们可以这个是加 d 这个 sign OK， 然后呢改到 multiply OK， 然后把这个 value 调一下，好，它就是降，可以降了，对吧？好，这个曲线基本上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curve line 长度调长一点，这条线 OK 就可以出了这么多曲线。好，跟着呢这一步搞完了以后，我们再把这个这里 sample curve 上移一点，这个 set position 上移一点，因为在这里要加多几个，加 compare， 就是 compare 是啥意思？在中文里 compare 呢就是对比 ，OMPARE， 好，就比较 OK。所以呢我们加一个 compare 节点，同样也是用数学公式，这个是 greater than 啊，然后再加 d 多一个就是 less than， 用 greater than 改到 less than， 然后呢在这再把一个multiply 节点啊，这里不有个 multiply 吧？这是 multiply 001 OK， 我们需加 d 一个摆在它的右边这里 OK， 然后呢把这个celebrate x y z 这里呢拉长上来一点，然后呢把它的 x 值也连上它的 a， 也连上它的 b， 这里 result 呢连上 multiply 呢是乘以的意思，也是数学节点啊，然后把它连上这个 set position 的selection OK。 好，现在呢我们因为它是0，所以呢这两个 greater than less than 都是0，所以呢我们就做不到没有曲线。我们现在把它调大，然后还有这个也调了，好，这个曲线又出来了，对吧？然后呢我们把下面这个 multiply 可以数值相对再调大一点，这样它的曲线更多一点。OK， 好了，跟着呢这些都做了以后，我们再加插一个 math 节点，好，再加插一个数学节点，在这个 celebrate xyz 和这个 multiply 这里可以我们添加一个math 的 math 节点，插到这来。好，我们试一下把这个数据调大。好，如果呢想让它变成动态的话，我们加一个 scene time SCENE time OK scene time， 然后呢它的 seconds 连这个 at 节点的第二个 value， 然后把这个播放一下啊，然后呢再把这个 at 节点我们改到 subtract 呢是减法啊，就是把这两个值相减。好，跟着呢我们再在这里sin 和 combine x y z 中间再加插一个 multiply 节点，我们选这个加 d 可以插到这儿 OK， 加插一个 multiply 节点，然后呢把它变小一点，好，那个曲线就没那么高了啊，这个数字越大它的曲线就越高，我们可以 0.6 吧。然后呢数学这个 sin 节点下面再加一个 sin 节点 OK， shift 加 d 一个 OK， 连它这个 multiply 的 value 啊，
然后呢，在这左边的 multiply 节点，我们再去加 D 的一个 multiply 节点，这是 multiply 002，然后呢连它的这个 side 节点左边的 value，OK，好，然后呢，在 subtract 下方，好 subtract 下方，我们再加多再去加 D 多一个 multiply 节点，然后连上 value，OK。好，而这个 multiply 03左边的这个呢，连上 sim_time 的 frame 是时间针的意思。这个 value 呢改到 0.3 小一点。我们播放一下，好，现在像风的一样转，然后呢这个也变小。OK。好，然后呢，如果你想，想给它这个就是这个线啊粗一点，或者搞上颜色的话，那你必须就在 position 节点 set position 和 group output 右边再加多一个curve to mesh， 让这个曲线变成网格 curve to mesh。OK。然后呢，如果你想让它这个曲线啊，就是有颜色啊，再加上有那个就是有颜色，看得清楚一点，那我们再加多一个 curve line，curve circle，sorry，curve circle， 让它就是变成像电线一样的粗。当然你可以调了，连上这个 curve to mesh 的profile curve， 你看现在粗了很多，你就调它的 radius 这个半径。我把它调成 0.02，OK， 好，然后呢，我们再给它一个材质。现在它已经变成网格，所以这材质呢能看见。我给它一个发光，自发光，然后呢，给它一个红色或者蓝色 ，OK， 然后给它一个320的一个发光强度，然后在这里render engine 这里呢，记得把 bloom 给勾选，这是自发光 ，OK。然后我们再加一个 set material 的节点，然后在这儿选红色也行 ，OK。我们在 viewport setting 看一下，选蓝色也行，好，就看你喜欢哪一种颜色啊。然后呢，我们播放一下看看。然后呢，这些数值你都可以进行调整，看看你喜欢怎么样的啊，像这样的或者这样的啊，或者是说让这个数值更大一点，更小一点。好，这个上面这个 greater than 数字越大，我们调一下啊，上面的 greater than 你看看，数字越大它就越小，数字越小呢，它的这个就越大。好，我们在这儿调这个，各种你都可以调一调啊。我们如果把它红色可能更加明显一点，那我们就把它换到红色，可以也同样是好吧。然后呢，这堂课程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堂课程的朋友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有愉快一天，明天再见，拜拜。